欢迎来到智慧星球，智慧值得传播。祝您听书愉快。今天咱们来聊聊这本《金钱心理学》，副标题是财富、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。2020年9月出版。作者摩根·豪泽尔，之前是《华尔街日报》写金融专栏的。豪泽尔的厉害之处在于，他能在一大堆历史数据中找到那些不变的人性规律，然后用这些规律来解释现在人们的行为和思想。《金钱心理学》这本书对我们理解现在的经济环境，做出更好的金钱决策超有帮助。其实，搞懂书里的道理，比啃那些具体的投资理财指南还管用呢。为啥这么说？咱们从书中的一个故事说起。投资大师格雷厄姆写了本书，叫《聪明的投资者》，被好多人誉为投资圣经。里面不光有理论，还有很多实用的公式。年轻时的豪泽尔读了这本书，第一次接触投资知识，觉得只要按公式实操，就能发财致富。但随着他投资经验越来越丰富，他发现书里的公式和指导并不是那么好用，很难套用这些方法。举个例子，格雷厄姆建议保守的投资者别买交易价格超过账面价值 1.5 倍的股票。但2010到2020年的美国股市，你要是严格遵循这条建议，就只能买保险股和银行股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条规则现在已经不太适用了，时过境迁。再看聪明的投资者，从1949年到1972年，格雷厄姆对他的公式修订了5次。1972年后就没任何改动了，但不是因为完美，而是他身体不行了。想想，到了今年，更别说2050年，这些公式还有多少用？很多投资理财书里的知识和公式都有时效性，所以豪泽尔觉得，我们更应该学会理解那些普遍意义的东西，比如人性里的欲望、贪婪和恐惧，面对压力时的心理反应，经历刺激后的心理恢复过程等等。豪泽尔特别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：历史从不重复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。他认为这句话特别适用于我们处理金钱时的行为，所以他喜欢从金钱的历史中寻找人性和心理规律，思考我们怎样利用这些发现来指导生活。我们从豪泽尔的发现中，重点讲讲他给我们的3个提醒。这3个提醒可以分别用一句话来概括：1. 合乎情理胜过绝对理性； 2. 想长久生存，就要留足安全边际； 3. 一个人支配金钱的方式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塑造的。这3句话听起来简单，但是当我们逐渐展开，你会发现其中别有洞天。首先呢，书里说的一个重点，在做关于金钱的决策时，合乎情理胜过绝对理性。先说个人，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科维茨。对金融稍微懂点的朋友都知道，他在金融学里可是大咖。他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资产组合理论，第一次把投资放到了一个量化的框架里面，被称为金融学的大爆炸理论。这理论为啥这样牛呢？在他之前，大家虽然知道投资有风险，但怎么量化这个风险呢？谁也没搞清楚。马科维茨的理论就是把这玩意儿变成了可以计算的东西。他搞出来的分析框架能帮人们计算出一个风险最小、收益最大的资产组合。这个组合里可以包括股票、债券、商品、外汇等等。这个理论简直是开创了现代投资分析的先河。之前大家都觉得投资就是凭感觉，就像搞艺术创作，比如我们刚才提的格雷厄姆，那可是研究股票的艺术大师。但马科维茨这理论一出来，大家才发现，投资不只是看单个资产，而是要全盘考虑，用一堆计算和分析来找最佳组合。华尔街那些高手也是这么干的。但说回马科维茨本人，既然他发明了这套理论，他自己的投资肯定也不错吧？有人就问他自己是怎么投资的。马科维茨说，挺简单的，他就是一半买债券，一半买股票。为啥呢？他解释说，他怕如果股市一直跌，他全投进去了会多烦恼。同样，股市一直涨，他又没参与，
会多后悔。所以他的原则就是把自己未来的后悔降到最低。这事儿挺有意思。常言道，看一个人怎么做比他怎么说重要。马科维茨虽然提出了一套完全理性的分析方法，但到了自己这儿，他却换了一套思路。为啥？因为这样对他来说用着顺心，符合他的情感。那咱们呢？什么才是符合情感的投资决策？这个得看个人，但书里有个好点子，就是找个能让你晚上安心睡觉的方案。星号挺巧的，金融学者徐远之前提过，他老师宏观经济学家宋国清也是这么教学生的，做投资别让你的星号仓位和星号策略影响到睡眠。星号书里还提到，巴菲特2008年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也说过类似的话。2008年他在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说，就算到了必须要选择的境地，我也绝不会拿一晚上的安稳觉来换赚取更多收益的机会。这也是对他来说的合乎情理。那为啥说在投资中符合情感比全靠算计好呢？原因简单，只有符合情感的决策你才能坚持。全靠算计是冷冰冰的，符合情感的决策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了。毕竟任何策略都得靠人来执行，不能不顾感受。就像减肥，天天吃得健康，坚持运动，虽然理性，但也痛苦，容易放弃。所以有的健身教练会建议每周放1天假，或者吃点自己喜欢的零食。这样做的关键是更符合情感，更容易坚持。你可能会说，有人就是喜欢健康饮食，每天运动，对他们就不痛苦。没错，如果是这样，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就是符合情感的了。意识到这点，对我们制定投资策略也有启发。很多人觉得长期投资很难坚持，一遇到波动就想撤。作者对这解释挺有意思，他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够喜欢自己的投资对象或策略。比如，你投资了一家企业，觉得它前景好，但对它的业务不感兴趣。如果投资顺利，你可能还挺高兴，但一旦情况不好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在不感兴趣的地方亏了钱，更容易放弃。但如果你本来就对那家企业感兴趣，哪怕暂时收益不好，也愿意多坚持。还有，很多专业人士建议普通投资者就定投一个大盘指数基金，收益会更好。像金融学者徐远，咱们得到站内的张潇雨老师都这么说。书的作者也同意，自己也是这么投的。但他说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个方案，因为很多人对投资有自己的喜好。比如，他认识的一个投资者，主要投多元化基金，但也持有一些股票。他说，他买股票不是因为觉得能赢大盘，而是因为他热爱股票，喜欢研究它，喜欢看价格变动的刺激。对他来说，持有股票就是符合情感的选择，更容易坚持。父亲巴菲特教我的是，这本书里巴菲特的儿子提到，他爸爸巴菲特从小就热爱研究公司财报，找那些被低估的机会。即使后来发了财，成了股神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兴趣，一周工作6天。对巴菲特来说，价值投资不是靠毅力，而是他的热情。作者说，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句话单独看可能空洞，但作为策略来用，能帮你在一条路上走得更远，效果非常神奇且强大。2. 刚才在第一部分我们讲了，在处理钱的事情时，顺着自己的感觉，合乎情理的做决策，胜过绝对理性。为啥呢？因为这样更容易坚持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坚持有啥用？这儿我可以给你2个直接的答案。第一，这能让你的投资策略更可能成功。书里作者整理学术研究发现，虽然学者们衡量投资收益的方式不同，但他们都同意一个点，影响收益的一个大因素就是你能不能长期坚持你的投资策略，哪怕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。比如，有研究表明，在美股，短期内1天赚钱的概率是 50%， 1年是 68%， 但拉长到10年周期，赚钱概率就高达 88%， 再长，这个概率还会跟上升。第二，
坚持还让复利发挥作用。复利不靠一次性的高回报，而是依靠长期持续的累积。你得给财富时间去成长，复利的威力才会显现。就像种橡树，1年看不出啥，10年就能看到明显变化，50年后就是参天大树了。坚持的意义就在这儿。从这角度看，那些让你能待得更久的因素，其实是在增强你的优势。我们之前说过一个因素，就是做合乎情理的决策。书的其他章节还提到了另一个，那就是树立生存至上的意识。无论投资、职业规划还是经营生意，这点都重要。比如，红杉资本的总裁、亿万富翁迈克尔·莫里茨上过一档访谈节目。被问红杉资本怎么成为最成功的风投之一时，他提到持久性。他说，其他风投公司的成功可以持续5到10年，但红杉做到了40年。为啥？因为他们一直怕被淘汰，制定策略时首先考虑生存。比如，那些可能大赚但风险高的投资，他们就不碰。巴菲特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别下牌桌。就是说，至少保证自己能活下来，活着才有机会赢。伯克希尔公司的3位创始人之一里克·盖林就是个反例。在7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，他用杠杆投资失败，最后不得不卖掉伯克希尔的股份。巴菲特说，查理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们会变得非常富有，但我们并不急着变富。里克和我们一样聪明，但他太心急了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要把生存至上落到实践中，首先要记住，没有任何收益值得你冒失去一切的风险。这也是书里强调的一点。巴菲特自己的投资策略就很明显，他总是保持足够现金，不借钱投资，一见股价泡沫就抛售资产，存现金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巴菲特不但没赔钱，还赚了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危机爆发之前，他嫌股票贵，囤了很多现金，等危机之后就捡了很多的便宜资产，于是就赚了很多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样不怕错过机会吗？巴菲特的看法是，不怕。机会总会有的，但先得保证自己能待在牌桌上。《资本回报》一书里讲了资产管理领域的马拉松公司，就是一家长盈公司。他们的理念是远离泡沫，哪怕过早也是好的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。再说生存至上，我们要留足安全边际。这是投资大师格雷厄姆提出的概念。书的作者认为，这很有智慧，值得我们重视。安全边际就是，比如你觉得一家公司值10块，市场价9块你不买，等到7块才买。那7块和你心目中的10块之间的3块钱，就是你的安全边际。留够安全边际，就是让这个数尽可能大。例如，你觉得一家公司值10块，9块就买了，但后来跌到6块，你就慌了。但如果你7块才买，就没那么大损失，更高的安全边际，你可能现在都还没买，就没有损失。在投资里，留足安全边际就是给你心里的估值再打个折，等到真的低价时再考虑买，这是价值投资者的经验。不止投资，个人财务规划上也一样。作者举例，你预期年投资收益 8%， 但最好别按这个数做规划。把预期打个折，即使收益率只有 4% 至 5%， 规划也能实现。生活中，安全边际还有很多形式，比如宽松的时间安排、弹性的计划方案、意外预案、多余的预算等。作者说，很多规划失败不是方向错，而是没留够安全边际。很多人看对了股价长期趋势，却因为短期波动而失败，就是没留够储备粮，就像公司现金流断了，就容易倒闭。总之，在充满不确定性、经常有黑天鹅的世界里，没人能保证自己预测总对。留足安全边际，就是给生存留足容错空间，即使错了，也不至于惨败离场。3. 好，前面说了2点重要的，一是合情合理比单纯理性强，2是要留够安全边际。现在咱们来看看第3个重点，一个人怎么用钱，主要是他过去的经历决定的。这个道理，其实在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。
像小时候吃得不好的人，长大了可能特别关注吃；感情上受过伤的人，对伴侣可能会特别小心。在金钱上也是这样。研究显示，刚入股市就赚钱的人，亏了后不愿意割肉止损；反之，一开始就亏的人，在遇到亏损就更容易认错，及时止损。2006年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2位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美国人理财方式。他们发现，人的一生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早年的经历，特别是20多岁的时候。这个年龄段，人们刚开始自己处理金钱，也开始建立对经济环境的感知。比如，他们发现，年轻时经历高通货膨胀的人，后来倾向于少投资债券；股市繁荣期长大的人，后来更倾向于买股票。金融时报采访过著名债券经理人比尔·格罗斯，他说，如果他早出生或晚出生10年，可能就不会干现在这行了。因为他年轻时恰好遇到利率大跌，债券价格飙升，这深深影响了他对投资机会的看法，觉得债券就是印钞机。但他爸爸那代人经历的是高通胀，对他们来说，债券是财富的粉碎机。这些例子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，一个人用钱的方式，确实是他过去经历塑造的。那这个道理给我们什么启发呢？我觉得有2点。一是，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，在别人看来可能很合理。不同人的出生年代、成长环境、经历都不同，导致他们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也不一样。有时候，我们看别人的财富决策，可能觉得不理智，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合适。而且，想改变他们的想法很难，因为人们更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而不是别人的劝说。作者认为，在金钱这件事上，很少有人真的失去理智，只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智都不太一样而已。二是，环境变化快，人心变化慢。经历过灾难的人会变得更小心，经历过衰退的人会倾向于节约，经历过失业的人会更不愿冒险。冲击过去了，但留在人心的痕迹需要时间慢慢愈合。经历过地震或者洪水的人会更加谨小慎微，经历过衰退的人会更倾向于降低消费，加大储蓄，经历过倒闭失业的人会更不愿意承担风险。变化的冲击来了又去，但它在一个人心里留下的痕迹却会持续很久。举个例子，亚洲金融危机后，东亚8个国家企业的现金持有比例都快速提升。为什么？因为现金流为王，是企业家们在危机中学到的经验。而在危机发生的10年以后，企业的现金持有比例还高达危机前的2倍水平。这不是因为东亚人特别保守，东亚不是特例，全球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事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美国的储蓄率上升了10年，英国6年，欧盟4年。这是因为人心变化慢。一个巨大经济体的疤痕，是无数个人心上的疤痕汇聚的结果。冲击来了又去，但留下的疤痕需要时间修复。在这样的时期，大家都在修复内心的伤痕，同时也需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。那怎么适应呢？个人投资应该采取保底思维、多元配置的策略。多元配置是让资产种类、币种、投资期限、方式多样化。保底思维是一部分资产用于保底，不过分追求收益。有人买黄金、保险，就是为了保底。在企业经营方面，增长减速、不确定性加强的时期，不该只追求规模扩张。小而美的企业灵活适应，可能更有优势。一味追求企业规模扩张，反而很可能会大而不强。在这样的时期，能生存的好的物种，很可能不是像恐龙和鲸鱼这样的庞然大物，而是像麻雀这样能迅速找到新的生态位的聪明物种。所以，在经历过冲击、正在修复的环境中，无论城市、公司还是个人，都需要愈合的力量。我们要理解新的气候条件、土壤环境，适应、生存、演化。人心虽慢，时光一长。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。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，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，
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智慧值得传播，开启美好未来。谢谢您，再见。